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，家里有长辈的朋友们，今天佑丽要跟您分享一个重要的讯息。当您过了65岁之后，其实每个月有机会可以多领一些钱，这并非不实讯息，这是政府编列预算提供的合法福利，但全台湾有不少长辈可能不太清楚这件事，让自己的权益没有被充分运用，这真的很可惜。关键就在于一张证明，很多人一听到名称就误会，以为非要特定严重情况才能申请，其实不完全如此。哪怕您只是走路比以前慢一点，上下楼梯膝盖会痛，或者记性没那么好，常常忘记关瓦斯，甚至只是听力退化，电视要开很大声，这些情况都有可能符合申请资格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佑丽，欢迎来到健康永驻。今天我就要逐步教您如何了解这项可能属于您的福利。如果您不想错过政府提供的相关补助或福利资讯，请务必先把影片按赞、收藏起来，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未来有重要的福利资讯，您就能比较早收到通知。我们直接进入正题，今天要详细跟各位介绍的这张证明，全名叫做身心障碍证明。我知道很多长辈一听到障碍2个字，心里就有些犹豫。第一个反应是，我又没有严重不便，申请这个会不会被别人误会？佑丽完全理解这种心情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澄清这个观念。现在政府核发的身心障碍证明评估的标准和过去已经有所不同，以前的标准比较严格，主要看身体结构，但现在政府的评估观念已经更新了，现在看的重点是功能性。什么是功能性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看您身体的状况有没有实质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。我举个常见的例子，很多叔叔阿姨膝盖退化，走路就会痛，从外观上看，脚好好的，但就是因为疼痛，导致您没办法自己走去市场买菜，没办法爬楼梯回家，甚至在家里从客厅走到厕所都需要扶着墙壁或要家人搀扶。这种功能上的受限，就可能符合评估的标准。所以，请您不要觉得申请这个是不好的事，这是由于年纪增长，身体机能自然退化，国家提供的一种照顾，这是您依法可以申请的权利。根据统计，全台湾有一些家庭，明明家中的长辈可能符合申请资格，却因为观念或是不清楚这项福利而没有去办理。想到这些长辈或许可以过得更轻松，却承受着经济和身体的压力，佑丽就觉得很关心。那么，成功申请到这张证明之后，可以获得哪些实质的好处呢？佑丽为您一样一样说明。首先最直接的就是生活补助金，您只要凭这张证明，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笔每月固定发放的补助。政府会根据您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鉴定出来的障碍等级，每个月定时把钱汇到您的户头里，金额从每个月数千元起。如果您是低收入户，金额会更高。就算您不是低收入户，只要符合一般资格，每个月多出的钱对生活也是一种帮助。第二个实用的好处是看病省钱。我们年纪大了，难免要经常跑医院看医生，有了这张证明，您去医院看诊的挂号费可以减免，而且一些需要自费的检查项目或药品的部分负担费用，政府也会分担一部分。您可别小看这笔钱，长期累积下来，一年省下的医疗费用可能就不少。第三，是每天都会用到的交通优惠，这很实用。您只要出示这张证明，搭乘公车、捷运、台铁、火车，甚至高铁，都能享有优待。而且不止您本人，如果您出门需要一个人陪同照顾，那位陪伴者同样可以享受优惠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您要从高雄搭高铁到台北回诊，原本2个人来回的车票可能要4-5千元，享有优惠后能省下一些费用，一个月若出门几次，省下的钱就相当可观。除了这些明面上的福利，还有一些其他好处，比方说在每年5月报税的时候，您家户籍内如果有一位持有身心障碍证明的长辈，可以享有一笔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，这能让负责报税的子女在税务上有所减免。如果您家里有车，这张证明也可以用来申请牌照税减免。另外，当您有需要购买辅具时，比如轮椅、助听器、拐杖，或者想要在家里的浴室加装安全扶手、铺设防滑地板，政府都有提供补助办法，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。您看，把这些生活补助、医疗减免、交通优惠、税务减免和辅具补助全部加起来，对生活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会想，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算符合资格呢？
佑利特别整理了8种在长辈身上较常见，也较容易通过评估的状况，您不妨仔细对照一下，看看自己或家里的亲人有没有符合。第一种是失智症，这是现在常见的情况。如果长辈开始记忆力明显衰退，刚讲过的事情转头就忘，或者出门容易迷路，认不得熟悉的家人，甚至性格改变，脾气变得不同，这些都是失智症的指兆。只要经过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医师诊断，就可以提出申请。第二种是中风后遗症，如果长辈曾经中风，虽然已经出院，但留下了后遗症，比如一边的手脚比较没力气，走路不稳，或者讲话变得含糊不清，这些功能上的障碍都符合申请资格。第三种是严重的关节退化，很多长辈饱受膝盖或髋关节疼痛之苦，走路走没几步就痛到必须休息，严重的人甚至需要依赖轮椅或助行器。虽然没有截肢，但只要经过骨科或复健科医师评估，确认行动能力受损，影响到自理生活，就可以申请。第四种是视力严重受损，这里指的不是一般的老花眼，而是即使佩戴了合适的眼镜，看东西还是非常模糊，看报纸需要拿放大镜，连过马路看红绿灯都有困难，已经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安全。第五种是听力严重受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重听，跟长辈讲话需要很大声，或者电视音量总是开得特别大。如果到医院耳鼻喉科检查，即使佩戴助听器，改善仍然有限，沟通非常困难，这就有机会符合资格。第六种是长期洗肾，如果长辈因为肾脏功能衰竭，必须每周固定到医院洗肾2到3次，这种情况是符合申请资格的，通常医师都相当了解相关流程。第七种是慢性精神病，比如忧郁症、躁郁症、思觉失调症等，如果病情影响到长辈的情绪稳定、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自理，经过精神科医师评估，同样可以提出申请。第八种是重要器官功能丧失，例如心脏衰竭，导致稍微活动一下就喘不过气，或是肺功能不好，需要长期使用氧气，以及严重的肝硬化等。只要相关专科医师评估其功能已影响生活，都是可以的。听完这些例子，您心里是不是比较有概念了？如果您觉得自己或家人似乎符合其中一项，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该怎么申请。请放心，流程没有想象中复杂，只要跟住佑利说的以下4个步骤，一步一步来，就能办理。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叫做找对医生，说对话。您需要带长辈到地区医院以上的相关科别门诊，如果是失智或精神问题，挂神经内科或精神科，关节问题挂骨科或复健科，听力问题挂耳鼻喉科，视力问题挂眼科，洗肾或器官问题则挂原有的肾脏科、心脏科等。见到医生后，不要只是说医生我这里痛，可以清楚地告诉医生，医生，我或我家长辈的这个状况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了，像是买菜、爬楼梯、洗澡都有些困难，我想请问是否可以帮忙做身心障碍鉴定，主动提出这个需求，医生才会知道您的目的，并为您安排后续的评估。第二步，去区公所拿申请表，请带着长辈的身份证、最近的1寸或2寸照片3张，以及长辈的印章。如果长辈本人不方便前往，可以由家人代办，代办人记得也要带自己的身份证和印章，前往您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，找到社会课或社政课的柜台，直接向承办人员说，我要申请身心障碍鉴定，需要拿鉴定表，他们就会给您一份身心障碍证明申请表及鉴定表。第三步，回医院完成鉴定，把从区公所拿到的那份鉴定表带回医院，交给原先看诊的医师，医师会安排必要的检查来评估身体功能。同时，医院通常还会有一位鉴定人员，可能是社工师或职能治疗师，他们会当面与您或长辈访谈，详细询问日常生活的状况，例如可以自己吃饭吗？能独立洗澡、穿衣服吗？会不会自己打理家务、外出购物？这个环节请务必据实以告，不要因为不好意思，明明已经做不来，却硬说可以，诚实反映困难，才能让政府正确评估您需要的帮助等级。第四步，安心等待证明核发。完成医院的所有鉴定程序后，您就不用再奔波了。医院会将资料送至卫生局审核，再转到社会局。如果审核通过，社会局就会制作一张卡片式的身心障碍证明，通常会用公文通知您去区公所领取，或者直接用挂号信寄到您的户籍地址。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请耐心等候。
在申请和后续使用的过程中，佑丽要特别提醒几个容易忽略却重要的地方，帮您注意。第一个提醒是，这张证明有效期限，它不是永久有效的。大多数证明上会注明有效年限，常见的是5年，上面也会写下次鉴定日期。请务必在到期日前的2到3个月就开始准备办理重新鉴定，也就是换证。如果逾期忘记换证，证明会失效，所有的补助和优惠都会停止，到时候您得重新申请，会比较费时。第二个提醒是，即使有些状况被判定为永久性，无需重新鉴定，也仍需办理换证手续。比如说因意外截肢，医师可能会勾选免重新鉴定，但是这不代表您不用管那张卡片了。到期时，您仍然需要去区公所办理换发新证，因为卡片的照片会旧，个人资料可能需要更新，所以千万别以为医师说不用鉴定，就可以把证明永久放着不管。第三个提醒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请透过正常程序办理。市面上可能有人宣称有特殊管道，但要收取高额手续费。各位长辈请注意，整个申请流程完全免费，您只需要负担医院的挂号费和极少数的鉴定费用。医师是专业的，会依专业判断，只要符合资格，按正常程序就能办理。最后，佑丽想再多说几句心里话，这张身心障碍证明像是政府为长辈准备的一个保障。它不仅能改善您自己的生活品质，让手头更宽裕，看病出门更省钱，同时也能减轻儿女经济负担。很多长辈怕麻烦，怕看医生脸色，怕被贴标签，佑丽真的希望您能放下这些顾虑。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大不相同，大家越来越重视长期照顾，尊重老年生活。您去区公所办理，公务人员态度都很客气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，也是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。如果您看了这么多，还是不太确定自己符不符合，或者不知道该去哪家医院做鉴定，这里提供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直接拿起电话，拨打1957这支号码。这是政府设立的免付费福利咨询专线，电话那头有专业的社工，他们会非常耐心地解答您所有的疑问，甚至可以告诉您离您家最近有提供鉴定服务的医院是哪一家。各位亲爱的长辈，各位孝顺的家人朋友，政府的这项福利一直都在那里，是要提供给符合资格的民众的。您不去申请，不会自动获得。为了让自己的晚年过得更安心、更舒适，也为了不让子女承受过大的经济压力，佑丽诚恳地建议您，看完这支影片后，好好想一想自己或家人的状况，只要觉得有符合的可能性，都值得花一点时间去试试看。这不是贪心，这是照顾自己应有的权利。好了，今天健康永驻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佑丽的详细解说能帮大家了解这份福利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务必给影片一个赞，把它收藏起来，并且分享给您身边所有有长辈的朋友、邻居、亲戚。您随手的一个分享动作，很可能就能帮助一个家庭获得更多资源，这是一件好事。我是佑丽，我们下期健康永驻再见，祝您和家人健康平安。